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阴湖味厨房。很多朋友在家做鱼的时候喜欢加食盐和料酒腌制，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。今天分享正确的做法，用这种方法腌出来的鱼鲜嫩不柴，而且非常的入味。今天一大早花15块钱买了一条3斤重的草鱼，把鱼肚里面的黑膜和贴骨血全部处理干净，这些都是鱼腥味的重要来源。接着我们来处理一下，我们把鱼鳍全部剪下来，因为鱼鳍上面有一层粘液，特别的腥，而且我们在煎制的时候也容易糊锅。接着我们从鱼头和鱼尾部分各切上一刀，在切口处红点的中间有一个小白点，这就是鱼的鱼心线，我们一定要处理干净，像视频中这样轻轻的拉扯，然后用手轻轻的拍一拍，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力气，这样很容易扯断。一条完整的鱼心线就这样扯出来了。另外一侧也用同样的方法慢慢的拍打，很轻松的就全部扯出来了，非常的快捷又方便。鱼头和鱼尾我们留着晚上做汤喝，今天我们只要中间部分。接着把鱼肉切成小段，大约切成1.5公分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如果不会切的，也可以让卖鱼的老板娘给你处理好。尽量切均匀一些，这样可以使鱼肉成熟度一样。鱼肉的做法有很多种，但是我今天这种做法你肯定没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把所有的鱼肉切成视频中这样，中间的小鱼骨我们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放在鱼头和鱼尾一起炖汤喝。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。老姜有去腥和增香的作用，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今天我们只要葱叶部分，把葱叶切成小段，和姜丝放在一起。接着往碗中加入一小把干花椒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温水，下手抓拌一下，抓出葱姜汁。接着把葱姜汁全部倒在鱼肉里面，再次下手抓拌均匀。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开始放盐和料酒腌制，其实这样是错误的。放盐和料酒腌制，这样会破坏鱼肉鲜嫩的口感，而且鱼肉吃起来也会发柴。我们可以用葱姜水来代替料酒，同样可以起到去腥和增香的效果。这个方法腌出来的鱼肉肉质更加的鲜嫩，而且无腥味。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少量的鸡精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糖，接着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蚝油提鲜，接下来再加入小半勺的香辣酱，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。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鱼肉也已经腌制好了，里面的葱和姜也已经完全的释放出了香味。接着我们就把里面的葱和姜全部挑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往碗中打入一个母鸡蛋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，使鱼块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鸡蛋液。
接着往碗中加入一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再加入一勺普通面粉，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1:1，约好下手抓拌均匀。大约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往碗中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这样可以锁住鱼肉的水分不流失。往锅中加入多一点的花生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我们把鱼块一块一块的下在锅中。下鱼块的时候，中间一定要留点空隙，这样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。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很多朋友喜欢用油炸的方式，其实那样油太多，而且自己在家里面也不方便操作。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我们要把两面都煎至金黄。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使鱼肉受液更均匀，同时还可以防止粘锅。一锅煎不完，我们就分2锅煎制，这样更方便操作。把所有的鱼块煎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其实现在加一些烧烤料也可以开始吃了。为了更加的有味道，我们还要加工一下。锅留底油，下入提前准备好的葱姜蒜小米椒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葱姜蒜炒出香味，小米椒炒出辣味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接着把准备好的鱼块全部倒在料汁里面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鱼肉受液更均匀，同时方便入味。用小火煮2分钟左右，把鱼肉充分的煮至入味。鱼块煎制以后大约有8成熟了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煮太长的时间。接着往锅中加入切好的葱段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红烧鱼块就这样做好了，颜色红亮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红烧鱼块学会这样做，不用油炸，同样也可以使鱼肉鲜嫩多汁，不腥也不柴。不管是用来做家常菜还是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